假如现代北美出現一頭猛獁象，它能稱霸這裡嗎？剛出生的你體重只有90公斤，渾身裹着棕褐色的細密絨毛，標誌性的長牙還只是牙齦下2個小小的凸起，跑起來搖搖晃晃，連穿越灌木叢都費勁。你不敢去開闊的苔原，只能縮在雲山林的深處，靠鼻子捲食苔蘚，地衣和嫩樹枝裹腹。有天傍晚，5隻郊狼循着你的氣味摸了過來，在他們眼裡，你就是頭跑得慢的幼鹿，是送上门的肥肉。你被逼到一棵粗树幹後，甩着稚嫩的鼻子亂抽，厚實的皮毛幫你擋下了好幾口撕咬，直到你用額頭把領頭的郊狼撞出去2米遠，這群家伙才悻悻退走。5歲這年，你肩高已經長到2.2米，體重突破4噸，象牙露出嘴外20多厘米，終於敢走出密林，去陵園的草甸覓食。你學會了用雙腿刨開積雪，啃食下面的沙草和灌木根莖，日子慢慢好過起来。你遇上的第一场硬仗來得毫無徵兆，一頭食肉牛龍從雲山林裡竄了出來，它和你一樣是遠古穿越來的異類，餓得兩眼發紅，直奔你衝來。他身後半步遠還跟着一頭成年雄性美洲獅，低着身子像個小跟班，擺明了等前者破開你的防御，自己跟着分一口肉。食肉牛龙上来就繞着你轉圈，專挑你後腿關節下嘴。你轉身慢，被他瞅準空隙，在你屁股上咬了一口，可他的牙剛扎進後毛裡，就被你猛力甩腿掀了個趔趄。你這10厘米厚的脂肪層可不是白長，你抓住機會往前一頂，還沒長硬的象牙狠狠撞在他的肋骨上，長鼻子跟着抽過去，正拍在他面門上，直接把他抽得退出去3、4步。他盯着你猶豫了幾米，顯然沒料到你這幼象防御力這麼離譜，再耗下去也占不到便宜。他甩了甩尾巴，轉身鑽進了樹林。那只一直蹲在旁邊的美洲獅連上前試探的膽子都沒有，低着頭趕緊跟了上去，一眨眼就沒了影。10歲這年，你肩高突破3.5米，體重長到8噸，象牙已經長到1米多長，彎成2道漂亮的弧形。你把活動範圍擴張到了更開闊的苔原地帶，也遇上了北美最懂戰術的獵手，12隻北美灰狼組成的狼群。這群狼剛放倒一頭馴鹿，見你走過來想分一杯羹，立刻擺出了圍獵陣型。他們分成2隊，正面的佯攻吸引你注意力，側面的趁機撲上來咬你的後腿和柔軟的鼻子。狼群的戰術對付野牛駝鹿百試百靈，可在你身上完全失效。你的腿比他們的腰還粗，皮膚硬得像老樹皮，他們咬半天連血都見不到。你原地轉着圈，象牙左右橫掃，一蹄子踩碎了一頭狼的肋骨，又用鼻子把另一頭狼甩出去老遠。僵持不到10分鐘，狼群就叼着剩下的驯鹿肉撤了。很多人覺得狼群能放倒一切獵物，可面對成年猛獁象，再多的狼也沒用，只要破不了防，戰術再精妙都是白搭。也就是這時候，你開始覺得這片大陸好像沒有什麼能攔住你。20歲這年，你徹底成年，肩高定格在4.4米，體重13噸，2根象牙全長超過2.5米，站在苔原上像一座移動的小山。你成了阿拉斯加北部名副其實的無敵存在。10幾隻的灰狼群見了你就繞道，最大的公灰熊在你面前也得乖乖讓路，美洲獅連進入你視線範圍的膽子都沒有。你沿着苔原一路遷徙，所到之處所有動物都紛紛避讓，稱霸整個北美的念頭在你心裡越來越強烈。你開始往南走，想進入落基山脈，去更廣闊的大陸看看。可剛走到北緯55度，夏天就來了。就是這個夏天徹底打碎了你稱霸的美夢。氣溫升到25度的時候，你已經熱得喘不過氣，你這身為-50度打造的裝備在零上溫度裡成了致命累赘。雙层厚毛密不透气，10厘米的脂肪层像裹了层棉被，走不了幾百米就得停下來大口喘气，每天大半時間都得泡在冰河裡降溫。更要命的是食物，你的高冠臼齒是为研磨坚硬的苔原草、灌木枝設計的。南方森林裡的軟草和樹葉，你消化效率極低。成年猛獁象每天要吃180公斤食物才能維持代謝，可在這裡，你找一整天也湊不夠半飽。再加上南方的蜱蟲、寄生蟲和從沒接觸過的細菌，你的皮膚開始發炎，腸胃也頻頻出問題。你越往南走，身體越虛弱，別說稱霸，連正常生存都成了難題。最終你掉頭退回了北方，在北極苔原和寒带针葉林的交界帶安了家。你沒有統治整個北美，氣候把你死死限制在高緯度的寒冷地帶，往南多走幾百公里都如同受刑。食物結構的差異讓你根本無法適應南方的生態。你單體戰力確實碾壓所有北美陸地生物，但生態位的匹配從來不是只看打架輸贏。